成事儿是一个中义词，不是一个褒义词，也不是一个贬义词。有人杀老婆而去成事儿，我是不赞成的，但的确有人是这么干的。吴起就是这么干的。吴起成事儿并不让周围人心安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他名声并不太好。李克说的也没错，吴起贪财好色，但是他用起兵来天下无敌。在管理上，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要用一些狠人？因为有些局面不是狠人成就不了这些事儿。历史代表着通鉴，通从古至今，鉴过去的镜子，提示现在，也提示未来。冯唐讲《资治通鉴》，今天我们讲第5课狠人之用，也就是魏文侯用吴起的故事。《资治通鉴》开篇就是我们课程的第1课，就说了出命晋大夫魏斯、赵佶、韩谦为诸侯，这是《资治通鉴》的第1句话，就是3家分晋。3家分晋昭示着战国的开始。整个《资治通鉴》提的第1个名字魏斯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魏文侯。他继承魏氏家族企业之后，励精图治，成为战国时期最初的霸主。从魏氏到魏国，魏文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不拘一格，用人才，大刀阔斧进行改革，锐意进取，所以到最后才能逐鹿中原，成为战国初期最牛逼的霸主。今天我们讲的故事就是魏文侯善用狠人吴起的故事。吴起这个人非常有才干，但是他名声并不太好，不好到什么程度？几乎所有人都不喜欢他。举几个简单的例子，早年他散尽家财，想出人头地，想立功而不朽，但是他没啥建树，遭到乡亲们的嘲笑。被嘲笑之后，他干了啥呢？他一怒之下杀掉了所有嘲笑他的乡亲。狠人呐，狠不狠？狠。如果冯唐被嘲笑，有个词叫唾面自干，就别人把一口唾沫吐在我脸上，我就让这口唾沫自己慢慢干了。曾国藩被嘲笑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打碎牙齿合血吞，就是我被人咣叽打了一拳，一边把牙齿合着血吞进去，一边看着这个用拳头打我的人。这是曾国藩的做法。再补充一个冯唐的做法，冯唐会从心里不去理这些嘲笑他的人。天下事分成2大类，一类是关你屁事，一类是关我屁事。冯唐做的怎么样？如果你看不上，那关你屁事；如果不关你屁事，你还说3道4，那关我屁事。我作为冯唐，我为什么要在乎你怎么想，你怎么说？吴起后来拜在孔门弟子曾参门下学习，学习什么呢？学习儒道，如何有效的把官僚机构组织起来，如何管理。在学习过程中，吴起的母亲去世了，吴起没有按照习俗奔丧。曾国藩遇上亲人去世，守孝3年。冯唐遇上亲人去世，我会尽一切可能赶回去。我觉得最后一面是重要的，但是因为各种原因，我没有赶上在我爸离开地球之前最后看他一眼。我非常难过。当时我知道消息的时候，我说他尽管已经离开地球了，我争取在尽早尽快的时间里再去看他一眼。他那时候在北京，我那个时候在香港。我收拾好行李，我说不能带着眼泪去机场，这么打出租车会吓着司机。我就去洗手间洗把脸，
洗着洗着，我自己又哭倒在洗手间的地板上。后来收拾起自己，洗好了脸，戴了个墨镜出门。我快到北京的时候，坐在飞机里，我忽然想明白了，老爸这么快的走，这么没有痛苦的走，是他的修行。但是我还是深深的内疚，深深的自责，为什么在他快走的这几年，我没有放下逐鹿中原，我没有放下攻城掠地，我没有放下以国为怀，我能在他离开地球前这几年多陪陪他，我为什么没有做到？但是吴起就没有这种内疚。吴起母亲去世，吴起没有按照习俗奔丧，连去都没去。他想以学业为重，尽快的学到曾参身上的本事，身上的学问，身上的见识，然后再去建功立业。曾参认为他不孝，跟自己的三观不合，与他断绝关系。还有一个小例子，更能体现吴起是个狠人。吴起呢，后来跟着鲁国国君干，正好赶上齐国攻打鲁国，鲁国国君想让吴起做大将，带着士兵去抗击齐国，争取把齐国打败。但是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，齐国就是现在的烟台呀、威海呀、青岛。齐国女生挺漂亮，鲁国的君臣就怀疑吴起能不能尽全力攻打齐国。你猜猜吴起做了什么？吴起为了做这个大将，把自己老婆杀了，把自己老婆杀了，把自己老婆杀了，太狠的话说3遍。大家设身处地想一想，你能不能做出类似的事儿来？我设身处地想一想，我做不出类似的事儿来。但是吴起就做到了，他也的确立功而完成了他的不朽。2000年过后，我们依旧提起他的名字，提起他的狠劲儿。吴起被鲁国排挤离开之后，准备投靠魏国的魏文侯。魏文侯虽然知道吴起在鲁国的光辉事迹，但最后还是大胆启用了吴起。吴起也不负所望，为魏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请听我慢慢道来。我们讲回吴起狠人之用的故事本身。吴起者，魏人，仕于鲁。齐人伐鲁，鲁人欲将以为将，齐娶齐女为妻，鲁人疑之，齐杀妻以求将，大破齐师。你看哈，说的就是之前跟各位交代的，吴起是魏国人，齐国人打鲁国，鲁国人要拿吴起当成大将，带兵去打齐国。但是吴起娶的老婆是齐国人，鲁人就很怀疑这个事儿靠谱不靠谱，能不能把军队交给他。吴起知道了，立刻把老婆杀了，要当这个大将，求官心切，求成事心切。所以成事是一个中义词，不是一个褒义词，也不是一个贬义词。有人杀老婆而去成事，我是不赞成的，但的确有人是这么干的，吴起就是这么干的。吴起杀了老婆，当上了大将之后，把齐国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。或赠之鲁侯曰：其始是曾参，母死不奔丧，曾参绝之。今又杀妻以求为军将，其残忍薄行人也。且以鲁国区区而有圣敌之名，则诸侯屠鲁矣。其恐得罪，闻魏文侯贤，乃往归之。文侯问诸李克，李克曰：其贪而好色，然用兵，司马穰居，弗能过也。于是文侯以为将，击秦，拔5城。这段写的跌宕起伏，我给大家稍稍翻译。本来呢，吴起杀了老婆，当了大将，帮鲁国打
打赢了齐国，鲁国人应该开心，但是鲁国人并不是。吴起成事儿，并不让周围人心安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鲁国人就跟鲁侯说，这个吴起啊，原来跟着孔子的弟子曾参学东西，吴起的母亲死了，吴起不奔丧，曾参就跟他断绝了关系，说你不孝，不要跟我学了。现在又杀了自己的老婆，跟自己一块滚床单的老婆，跟自己有小孩的老婆，他说杀就杀了，杀了老婆来当鲁国的大将，来当您鲁军的臣子，这个人是非常残忍的人。你说你有一个老婆，你出个轨，最多是人渣，但是你为当一个大将，你把老婆杀了，如果这样，人渣都不足以形容这个人，太狠了，太凶残了。另外，鲁国是个小国，如果这么小的小国有能打的名声，那其他国家很快将要干掉鲁国，不能让鲁国变大。小国能打，必然是大国的俘虏，你干不过大国，偶尔你赢了一两场战役，但你一定会输掉一个长期的战争。吴起呢，多多少少听到了这些闲话，他就怕呢自己被鲁侯干掉。他听说魏文侯是个很贤能的人，他就离开了鲁国，投奔了魏文侯。魏文侯遇事不决，遇人有疑，他就会问李克。这之前也跟大家讲过，李克跟魏文侯说，吴起贪财好色，但是他用兵带兵打仗，没有人能跟他拼，没有人比他更强，他是一等一的好手，他是将军中的将军。魏文侯就把吴起当成他的大将。《资治通鉴》里没有细说魏文侯的心理斗争，到底他要不要用吴起，他怎么决定的用吴起，没有说。但是魏文侯就是用了吴起，用了吴起就有了效果，去打非常能打的秦国，也是最后灭掉6国的秦国。吴起还是赢了，拿下了5个城池。李克说的也没错，吴起贪财好色，在这点上跟冯唐一样。我嘛，冯唐5月13号出生，金牛座，贪财好色，我承认。李克也非常有洞察力的说，虽然吴起贪财好色，但是他用起兵来天下无敌，是个良将，是个猛将。从这个例子上，我想到在管理上，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要用一些狠人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有些局面，如果不是不世之才，不是非常不普通的人，不是狠人，做不到，成就不了这些事儿。攻城掠地，开疆拓土，逐鹿中原，势头已经有的时候，你势如破竹似乎不难，但是在筚路蓝缕，移起山林，百废待兴那种时候，从0到1的时候，无法打开困局，必须以少胜多，以弱胜强，以一当十的时候，你不得不用一些狠人、猛人、特殊之人，充满了各种极端毛病的人。你用好了，你会破局；你用不好，反正局也破不了，你还能有一线希望。所以你做 CEO 有可能等下去或用一般人，局面破不了，那我不妨试一试，铤而走险。破局这个事儿，我就让狠人来做，我就让急人来做，我就让一个非常不一般的人来做，哪怕他一身缺点，哪怕很多人说他闲话，我来顶住，我来帮他撑起这片天，我让他去干，这样我或许还有一丝胜利的可能，一丝成事的可能，否则我绝无任何可能。
我想魏文侯用吴起，用这样的狠人，就是这么想的。常规的兵法是这么说的：以己之不可胜，待敌之可胜也。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。什么意思？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，仁义礼智信，做好自己，让自己变得不可胜，不可被敌人战胜，打好自己手上这一手牌，不给别人莫名其妙的机会。好了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，在做好自己，打好自己一手牌，做好自己手上有的资源的管理的前提下，等待你的对手做不好自己，打不好手里这一手好牌，管不好手上的资源，等待他给你机会，用自己不可战胜的管理状态，等待敌人出现错误。这是常规常态。但是魏文侯用这个凶狠残酷的吴起，主要是因为他看不到胜算，自己哪怕把自己做的120%的好，让自己变得似乎不可胜，还是力量单薄，还是会被秦国，会被周围这些大国所弄。与其等死，那还不如用个狠人，用个猛将，用个奇人，博一时之胜算。他贪财好色，那就让他贪财，就让他好色，先把仗打赢了再说。上面所说就是我认为的魏文侯的心理活动。吴起作为战神之一，吃的跟最低等的士兵一样，有几个将军做得到。狠人有他贪财好色不好的一面，但他也有别人做不到的身先士卒，能为士卒作农的这种普通人绝做不到的事情，这就是吴起。狠人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他非常依赖他顶头上司。狠人不容易用，狠人可以用，这就是狠人之用。历史代表着通鉴，通从古至今，鉴过去的镜子，提示现在，也提示未来。冯唐讲《资治通鉴》，欢迎回来，咱们继续讲《资治通鉴》。狠人之用的主要部分已经基本讲完了，下边反而是有可能你会关心的，吴起作为名将到底做对了什么，以及他最后的结果，让我跟大家相对简洁地表达一下。起之为将，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，卧不涉席，行不其成，轻果营粮，与士卒分劳苦，卒有并举者，岂为之吮之？祖母闻而哭之，人曰：子卒也。而将军自吮其举，何哭为？母曰：非然也。往年吴公吮其父举，其父战不选种，遂死于敌。吴公今又吮其子，妾不知其死所以，是以哭之。什么意思呢？我给大家用现代汉语翻译一下。吴起当将军，跟最低等的士卒吃一样的东西，穿一样的东西。资治通鉴用最简单的语言只给，但是语言简单并不意味着能容易做到。吴起作为战神之一，作为最好的将领之一，吃的跟最低等的士兵一样，有几个将军做得到？几个将军不是吃的最好，喝的最好，住的最好。而吴起不仅吃的一样，穿的也一样，带的盔甲也一样，拿的刀也一样，拿的戈也一样，上边没有装饰的玉石，什么都没有。躺，随地一躺，草丛上一躺，山脚下一躺，有点背风的地方一躺，不铺席子，睡地上，也不骑马，也不坐车，跟大家一块拎着刀，背着粮食往前干，
这样的将军你见过几个？转回来说，如果你真想作为一个成事持续成事持续成大事的成事修炼者，想成为一个好的经理，那各种生活工作待遇请和你的团队最基层一样，另外跟他们一块打拼，身体力行。你要求别人做到的，自己先做到。生活简单，少享乐，多受苦；少享乐，多干活，并且在关键的时候顶上去。什么关键的时候？有士卒生了不容易治好的顽固的脓疮在身上，吴起就帮他嘬出来，一口一口的脓血嘬出来，谁能做到？这是将军，他面对的是一个生脓疮的士兵，医生都不见得能做得到，吴起能做得到。狠人有他贪财好色不好的一面，但他也有别人做不到的身先士卒，与士卒同甘苦，能为士卒嘬脓的这种普通人绝做不到的事情。这就是吴起。士兵的母亲最知道吴起这些身先士卒，为士卒做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产生的巨大的激励作用。母亲是这么说的：我原来有个老公，也就是这个士卒的父亲，他背上生了脓疮，吴起帮他嘬干净。上了战场，我的丈夫也是这孩子的父亲，根本就不知道回头，嗷嗷怪叫的往前冲，死在战场上。今天吴起吴将军又这么帮我的儿子嘬脓，我都不知道我儿子将死在何方，所以我痛哭不已。狠人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他非常依赖他顶头上司，往往是董事长，是国军一把手的保护。他需要保护伞，他需要别人撑着，他需要别人的信任，他才能够干事儿，才能够成事儿。魏文侯后来挂了，太子姬，拳击的击，当了魏国的头，这就是魏武侯。之后别人就使了一个小小的离间计，魏武侯就不敢再信吴起。吴起怕被杀，就逃到了楚国。楚悼王，追悼会的悼，一个竖心旁，一个卓越的卓。吴起跑到楚悼王这块，楚悼王素闻其贤，把他当成了丞相。吴起不仅能武，而且能文，把楚国收拾得利利落落的，内政清明，兵强马壮之后，吴起帮助楚悼王南平百越，北却三晋，西伐秦，诸侯皆患楚之强，而楚之贵戚大臣多怨吴起者。什么意思？吴起在楚悼王支持下做了内部改革，并且强兵。他不仅能带兵打仗，还可以做内政，把内部管理收拾得挺好。在内政清明的前提下，吴起带着练好的强兵向南平了百越，向北又连续抗击了三晋赵魏韩，向西竟然把秦国也给打了。吴起在楚悼王之下做大将的时候，其他六国都害怕楚国的强大，但是因为整治内政，楚国的王公大臣都非常埋怨吴起，都对吴起怀恨在心。好了，说到吴起的结尾，楚悼王薨，贵戚大臣作乱，攻吴起，其走之王师而伏之，起之徒因射四起，并中王师，祭葬，肃王继位，使令尹尽诛为乱者，坐起遗宗者70余家。魏文侯死了，狠人吴起逃到楚国，拿楚悼王当保护伞。但是楚悼王一死，贵戚大臣作乱，开始进攻吴起。
吴起呢没有准备好，至于为什么没有准备好，资治通鉴没有说，反正吴起没有准备好。吴起逃走，逃到哪儿去呢？逃到楚悼王尸体旁边，一把抱住楚悼王，趴在他的尸体上不起来。但是想杀吴起的人并没有停手，连着吴起带着楚悼王咣叽一顿乱射乱砍，吴起死了，楚悼王尸首也被毁了。楚悼王安葬之后，楚肃王继位，非常生气，楚悼王尸体被人乱插乱射，楚肃王把曾经在杀吴起过程中弄坏楚悼王所有人斩尽杀绝，干这些事儿的都杀了，同时把他们的宗族70余家也都斩尽杀绝。简单的说，吴起在失去魏文侯、楚悼王这样的庇护之后，就引起众怒，在众怒之下被杀，同时也连累了很多人，甚至连累了杀他的那些人。狠人不容易用，狠人可以用，这就是狠人之用，这就是魏文侯、楚悼王用狠人吴起的故事。各位在自己的管理经历中有没有其他狠人之用的故事？我举我自己的例子，我一个写情色小说的，能被大型央企用作他们的战略管理部总经理，我觉得也是一个破格使用很好的例子。我那点历史呢，在网上都有，大家也可以查查。2009年7月份我加入华润集团，2010年我们用2009年的销售成绩申请财富500强，当时是财富500强295位，最新的财富500强华润集团的排名应该在70名之内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69位。当然这成绩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在人和上也涉及到很多的能人、狠人、猛人、奇人，但是我也不能完全否认，其中也有我冯唐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小的贡献。大家或许都知道我是一个写情色小说的诗人，领导们也知道我业余写作，只是写的不业余而已。他们也知道或许写作会牵扯我一部分的精力，但是他们认定我的精力无限，认定写作对我做管理有帮助，所以他们继续给我机会来做我的战略管理的工作。到后来华润医疗创始 CEO 的创业工作，总之与有荣焉，我很开心参与了这么大一个集团快速增长的时期。这一次的课外题我给大家提示，但是呢我自己不答。这课外题是什么呢？在各位的管理实践中，有没有遇到一个非常不一般的人才？这个人才甚至很多人有很强的负面意见，还是被有些领导用了，还是产生了很好的效果？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这样的例子？欢迎跟我分享，在我相关的微信公众号文章下留言，在我们的微信读者群中、听友群中留言讨论，我看到一定会跟大家好好聊聊。